你好，我是外倾直觉 NE。你好，我是外倾感觉 SE。总有人说我们很相似，我真的发现我们好多地方都差不多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有趣倒是还行吧，确实我们有些地方很像，所以你是想做什么吗？没有，就是突然想到咱们的这层关联，觉得有点兴奋。好，谢谢你告诉我，我继续看书了。你不想说点什么你的看法吗？你说如果我的灵魂住进了你的身体里，熟悉你性格的人能不能分辨出来？这要取决于不同的情况吧，非要说的话，总是能看出点不同的。你可以描述一个具体一点的情境吗？就比如外星人来给我们切换了灵魂，或者未来科技发达了什么的。这两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吧？到底是哪个？哎呀，你随便找一个说说嘛，我就好奇你有什么想法，有啥说啥吧。如果我换过去也有你的记忆的话，那还真不好说。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感觉你对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趣啊。确实没兴趣。对啊，你看，这不就是我们的差别吗？要是聊起这个话题，灵魂互换肯定就露馅了，对不对？我发现你比较喜欢拿着眼前的事儿来说，不太喜欢头脑风暴。有吗？好像有时候确实会这样。不过我也有很喜欢头脑风暴的时候啊。现在大家可以暂停或者回看，对比一下两者，然后咱们就要解读这段了。其实这段就可以看到 NE 和 SE 截然不同的兴奋点。NE 为什么而兴奋？为了新点子，为了新发现的规律。哇，我们两种心理过程有很多相似性哎，有一些规律等着咱们去探讨、去发现。但这显然不是 SE 的兴奋点。SE 的第一反应是 OK， 你说的我听到了，但是你准备在现实中付诸什么行动吗？言下之意就是我关注的是实际上会发生什么，要是空想，我兴趣不大。而 NE 继续在自己的兴奋区里跳舞，他邀请 SE 一起来做他最喜欢的头脑风暴，尽可能多的抛出很多想法和点子，互相探讨碰撞。但是 SE 对 NE 给出的情境并不满意，因为那个情境太过于宽泛了。他想要的是非常具体明确的情境，可以供他去想出一幅有形的画面。所以他问 NE 去确认，我不是不乐意一起来头脑风暴，不过你得把情境给的具体点，至少让我能抓住点什么，这样我才能够回应你，告诉你我具体的想法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整个对话中 ，SE 真正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是在什么时候？是他抓住了现实中刚刚遭遇过的事情，是他以实际上的谈话内容为基础，这时候他给了一个很确定的答案，告诉 NE 说：“我刚刚说的这段话，不就是你提问的答案吗？这不就证明了我们两个是容易被别人发现不同的吗？”在此之前啊，他一直都处于一种努力寻找落脚点的状态。最后两句对话也特别有意思，你发现 NE 很快的就跳到了规律总结的步骤，立刻就分享自己发现的新规律。哇，你看 SE， 我找到了你的某个规律，而 SE 仅仅愿意告诉 NE，我有时候确实这样，但也有例外的时候。SE 并不愿意这么快就进入到规律总结的步骤，对他来说更舒适的是看实际情况下自己是什么样的。10次里面有8次我不喜欢头脑风暴，但是有2次我喜欢啊。你不能说我就是不喜欢头脑风暴的，我不愿意直接去总结到这个模式。这里直觉 N 和实感 S 的区别也就出来了，特别是 SE 人，这也是他们在探索自己人格类型的时候最大的障碍之一，因为总觉得我好像哪种情况都有啊，有时候我这样，有时候我也那样，这两个明明看起来是冲突的，对吧？但是我都有啊，我没法给自己总结出一个更常见的模式。而 NE 人在探索人格类型的时候，很困扰的往往是，不是吧？我的类型真的就这样确定了吗？我想看看其他的可能性，永远都是这个类型，感觉有点无趣啊。老王的课好无聊啊，我下午准备请假。无聊不还是得上吗？凑合凑合吧。他基本不和学生讨论问题，就是自己在讲，也不欢迎我们提问。
你是怎么受得了的？我后悔死了，感觉后半学期被困住了，好绝望啊！我是觉得咱们也换不了课，纠结这个意义也不大，大不了我就做其他的作业就是了，反正他也不怎么管学生，比有些总给我提建议，告诉我要干这干那的老师还是要轻松点。哎，我宁可老师给我提建议和我交流，要是我能去动漫的世界就好了，让五条悟来当我的老师。哆啦 A 梦也不错，喜羊羊也很有意思。你说懒羊羊到底比喜羊羊聪明吗？没有吧？不说这个，你既然下午请假，我帮你把柜子的小说都带回去吧。好呀，听我说，谢谢你。老规矩，解读前大家可以暂停或者回看。在开头 SE 同学和 NE 同学的对话，我们看到什么？首先 SE 同学更愿意去接受现实啊，既然已经如此了，那就怎么样，这是 SE 蛮常见的言论。咱不谈过去的错，不谈太远的未来，就谈现在该干嘛。而 NE 同学的绝望很有趣，他并不是在上课然后觉得啊我上的好痛苦，而是感觉到自己之后没有任何选择。他还没上课呢，只是去设想一下，哎呀我以后不得不一直去这个课，痛苦万分，就觉得特别绝望。他这里痛苦的不是体验差，而是可能性的消失。NE 同学不喜欢课的原因是什么？是缺乏想法和点子的碰撞。他宁可老师多教导一下，碰撞一下想法观点。但是 SE 同学说自己最受不了的是什么？是自己身体行动要做什么的自由被剥夺了。哎，你可以不交流，你可以管我的想法，让我的想法很无聊，但是你别管我做事儿，那我也能接受，我就做我自己的。后面 NE 同学直接跑题，那也是 NE 常见的表现了。因为对 NE 来说，他是沿着自己新发现的关联走的。你不知道现实中的外部刺激到底引发了他脑海中什么样的火花。最后 NE 小小的搞怪了一下啊，就唱歌去说谢谢你。不是说搞怪就一定是 NE， 而是 NE 常做的就是，哎，我试试看这样会发生什么。我就故意用一个不一样的做法去做一个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情。哎，我就是为了在一成不变中主动找到变化，让事情脱离常态，以此来发现新的规律，发现新的信息。如果是 SE 的不走寻常路，看起来可能很相似，但背后的原理是不同的。后面的小剧场里我们会看到，最后 SE 尽在不言中啊，微笑鼓掌。其实也是它的特点之一，那就是 SE 更喜欢通过身体动作、姿态之类的去传达含义，而不是文字语言。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啊，别人问 SE 人，哎，和你说话怎么不回应啊？而 SE 人觉得很无辜啊，我不是一直在点头吗？我不是身体已经做出反应了吗？喂，你的柜子里怎么有11本小说啊？这才刚开学，你带来的都看完了啊？没有，我想我都可能会看嘛，就都拿去了。里面有5本，我看了个开头，还有1本我正准备今天看呢。那让我来拿一点吧。住手，我自己可以。可是你可能会摔跤，我的书可能会被弄了一地啊。我已经找到平衡了。那么多书，你拿一个袋子，或者找人帮个忙也好啊，你分批拿回来也行了。你这那多麻烦，我都直接拿着，发现能拿住就走回来了。好了，你让让，看我健步如飞的上楼。别，我害怕。你之前抛自己的水壶玩，没接住不就砸烂了吗？你有点心意好不好？啥呀？水壶是水壶，书是书，那能一样吗？再说上次的事情已经是上次了。你小心脚下。哎呀。老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是你要拿很多书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真的很好奇，真的很多人都会像 SE 同学那样吗？ SE 同学当时他……哎呀，小李，你听我说，当时有一本书几乎就要掉到地上了，我赶忙来了一个猴子捞月，把它给捞了起来，那场面真是绝了。好，那接下去就是这段的解读。
下午学校内幕其实可以看到 NE 的一大特点，那就是它很容易促使一个人同时开启很多兴趣或者目标，因为它特别需要新鲜感，这是它最大的动力源泉。很多 NE 人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太容易3分钟热度了，但一般不是3分钟之后放弃了，而3分钟之后又找到了其他更有趣的事情。而在宿舍门口内幕特别突出的就是 SE 是怎么不走寻常路的。前面提到过 NE 会特地不走寻常路，为了发现新东西，看看新变化。但是 SE 不走寻常路，通常是为了把自己放到一个需要临场反应的应激情况下，那种情况下他需要不断的根据现实做毫无准备的回应，那让他感觉到雀跃和刺激。那种不断通过身体去和外界互动的感觉，让他们觉得有生命力，是真正的生命，真正的活着。相比于喜欢过山车、极限运动之类的刻板印象，这才是 SE 真正的倾向。但是这在 NE 同学眼里是挺吓人的，因为 NE 不断发散联想，很容易去想象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。哪怕这个结果实际上非常非常小的概率才会发生。有的 NE 人特别害怕鬼片之类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把自己吓到了。后面 NE 同学反而摔跤的那段带有一定的整活性质，突出的其实是 SE 同学对当下物理环境的高度觉察，更容易留意身体动作表情神态之类的信息。实际上，不管 NE 人还是 SE 人，生活中都可能会磕磕绊绊的。不过 NE 人磕磕绊绊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对物理环境不太敏感，而 SE 人的主要原因往往是有意无意的自己给自己主动创造点困难，比如故意用很危险的方式拿一大堆书，故意很不规范的去走路、跑步等等。最后在宿舍的内幕我们看到 NE 同学最先感兴趣的是想法和观点。你到底怎么看的？我好好奇你也会这样吗？我想发现新点子、新规律。但是 SE 同学并不想让 NE 同学去讲这个故事。SE 同学虽然希望别人给出具体的内容和信息，但是并不想听别人讲到太多的具体细节，因为他们自己经历的才是最真实的，而不是透过别人的视角去经历。所以听别人的故事还蛮容易失去耐心的。我还是得唠叨一下就是大家都喜欢有趣生动的例子嘛，但这些拟人的互动是沿着 NE 和 SE 的模式所衍生出来的，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。如果一个人总是如此，总是符合整体的模式，并且不是出于其他因素，而是自己倾向于这样，自然就是如此，那我们可以说这是 NE 或者 SE 的证据。但千万别抓着一个例子当成判断的依据对话中的任何一句话、一个单独的行为都完全可以在任何其他人格上出现。这里莎莎陪你探索人格世界，还有一期 TE 和 FE 的视频。你是喜欢他人视角下的 FE、TE， 还是他们的自白，亦或是这样的对话加解读？在评论区投票吧。